这是 Owino Market， 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中心，也是乌干达最大的市场之一，有数万摊贩，每天人流量极大，混乱拥挤，但极有生活气息。而我就住在这大市场附近的某家廉价旅社里。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便宜没好货，但是没关系，这个房子也不住，我就把它地上打扫一下，这样的话不会蚊子了。但是我还是会睡在我自己的帐篷。真不知道怎么说非洲人的一些操作，突然给我写一个收据，给我写了一个纸条条上给我撕了一角。我住的地方离这个当地的大市场特别的近，这个市场卖超级多的东西，有卖水果、卖蔬菜的，然后卖那种各种就是从中国进来的那种比较廉价的衣服，还有鞋子。今天是周天哦，一般在周天的话，就是非洲很多的地方，它基本上都是休息的，就不工作。但是今天周天，你看看这个市场的人流还是好大呀，好多人。Why? Don't touch me. Don't point me. I'm telling you. Don't point me. I don't want to capture you. I don't want to capture you. 今天不是周天嘛，然后我就想着肯定找不到那种办电话卡的地方，没想到周天还是在干活。当地的市场周天也是在开工的，然后这个 MTN 人家周天也是开工的，真的是在非洲也很卷啊。人太多了，太多了！大街上摩托车到处飞，每次过了马路都怕出车祸，好多车。这里的车从来不让行人 ，never。我要跟着这个大哥过，这个马路总算过来了。我每次过这个马路都好烦，因为你要等好多车，还是活的，还是蝗虫。How you gonna eat it? Sauce with it while taking tea. Oh, okay, as a snack. Yeah. How you sell it? Is 1 cup how much? 10K. 这个一杯的话就是20元人民币差不多。This is one type, and green one is another type. Yeah, this is another type. This is another type, and this is another type. Okay, let me check this one. 我的天哪，这让我数字发麻。没走几步就有马达姆在卖炸蝗虫。炸的，然后里面放了洋葱。这个份儿呢，它卖的是5000，差不多就是10块钱，挺香的。这个蝗虫还挺好吃的，高蛋白。在大市场的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车站，在这里通常可以找到去另一个城市的车。印度社区遍布非洲，但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乌干达的印度教寺院数量比较突出，也更容易被发现。作为一个东非国家，乌干达也有着东非食物的硬属性——乌咖喱。这个乌咖喱我穿越非洲，从纳米比亚、波斯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赞比亚、马拉维、坦桑尼亚、布隆迪、卢旺达一路吃过来，我真的是再也吃不了一点儿。不过我在乌干达的大市场找到了乌咖喱的平替 Rolex。Boss, is it mine? 哦，good。来，这边小哥全给了。这个劳力士它可不是那个劳力士的表啊，它 Rolex 主要讲的是那个柄嘛，你把它卷起来就是 roll， 然后呢它加了个 edge， 两个连读起来呢就是 Rolex。后来当地的小兄弟们跟我说话，我就忘了拍吃 Rolex 了。但是我还挺喜欢吃这个饼的。不过他们在做饼的时候，有时甚至会放一些奶粉进去。个人觉得不放奶粉，味道会更佳。我之前在卢旺达旅行住的青旅认识了一位印度大哥，有一次他给我看了乌干达的茶园，从来都没有见过茶园的我，被那种清新井井有条的绿色所吸引，决定买一张从坎帕拉到真加的票。在那附近你就可以看到茶园，快到真加的时候路过一座大桥 Jinja Nile Bridge 尼罗河。哪个尼罗河？我的局限认知只能把尼罗河与埃及联系在一起，可今天尼罗河却出现在了乌干达。旅行总能把地理和历史知识以一种非常具象、客观、鲜活的方式摆在你面前，甚至可以让你知道一些认知以外的存在。这里是白尼罗河的源头，好吧，尼罗河还有清白之分呢。
乌干达的气候湿润，土壤肥沃，是东非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虽然这片茶园也没有很大，但第一次看到茶园的我还是很开心的。这是 Joffrey， 这是 Joffrey 的宝刀，这是他的武器。他是这里的类似于 security 的人。Yeah, use it for protection. 他跟我说这里很危险，就是会有人。就是把你嘎头了，所以，我今天晚上不能在这地方搭帐篷了，我得换一个地方。他说前面那个哪个地方有什么 security 什么的。I wanted to drive today, but I'm not feeling fine. You have malaria? Yeah, I'm sorry for that. Okay, no problem. Thank you, Chief. 真是被这帮孩儿给淹没了。OK 啦，哎呀，这帮小孩真是 OK 啦，OK 啦。妈，还要你呀？我这裤子呀，真的是别抹了，我裤子本来都够黑了，抹的黢黑。那你Thank you， 淘水成功。好了，咱们也可以刷牙了。哈哈，赶早高峰的村民们。亲爱们，I take my leave. Yeah,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Yeah, okay. Thank you 啊。OK, take care 啊。拜拜。教堂里、商场里，到处都是圣诞节的气息，但独自旅行的我找不到任何发自内心的想要庆祝它的想法。直到走在大街上，看到有人在卖跨年演唱会的门票，我才意识到今天已经是12月31日，2024年的最后一天。于是我也买了一张票，决定和陌生的非洲人一起跨年，给即将过去的2024年留下一个简单的句号。站在人群中的我，多少显得有点局促不安，倒不是因为社恐害羞，只是节日的欢声笑语会自然而然地把某些孤独放大100倍，直到一个陌生男生向我靠近。于是我卷入了一场中乌尬舞，听着热情洋溢甚至有点聒噪的 Afrobeat， 我也还是会时不时陷入一些矛盾的思考。大家亲朋好友有说有笑的，为啥偏偏就我一个形单影只的，在人群中晃啊晃的？但转念一想，可能也正是因为形单影只，我才去到了更多我想去的地方，做了更多我想做的事。我总不能一边享受着我行我素带来的潇洒和自由，不必为人情世故过多内耗，却一边还得抱怨自己没能被更多人认可，被更多人接纳。我也总不能在旅途中接受了那么多陌生人给予的善意与爱时，还嫌这份爱不够圆满，不够完整。想到这里，我又想通了。当午夜烟花在2024年的最后一刻绽放在夜空时，一切又是新的开始。